最近网上有一件事炒得挺热的，一对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老夫妻，拿着美国绿卡到了退休年纪，收拾行李回中国养老去了。这件事本来没什么，问题出在他们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大概意思是美国太贵了，老了在那边活不起，还是回国划算。这话一出来，评论区直接炸了。有人说这叫精致利己，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挣钱，享受美国的制度，老了用不动了，转身回来占国内资源，两头的好处都要。这是什么操作？也有人反驳，这叫理性选择。人往高处走，谁规定老了不能换个地方住？你买了2个城市的房子，退休了选一个生活成本低的，难道也叫占便宜？还有一派更直接，说这不叫道德问题，这叫经济账。账算清楚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选。3派人吵得不可开交，但说来说去，没有一派真正把这件事掰开揉碎讲透。今天我就来做这件事，我们不站队不煽情，就老老实实把这个问题从经济、医疗、文化、社会这几个维度全部拆解一遍，把该算的账算清楚，该聊的话说明白。先从最现实的问题开始说，钱。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先往道德层面走，争什么良心不良心，感恩不感恩，但恰恰忘了去看最基本的那组数字。我们先把数据摆出来，你自己判断。在美国养老到底要花多少钱？我给你说一个让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会沉默几秒钟的数字。美国一个普通的辅助生活机构，也就是那种有人照料、帮你吃药、帮你做饭的养老院，平均下来每个月的费用大概在5-6千美元左右。如果是需要更高程度护理的记忆照护机构，比如专门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那种，月费直接跳到8-9千美元，甚至更高。如果是全护理的疗养院，一个月1万美元以上是完全正常的行情。你换算一下，一年就是12万到15万美元，10年就是120万到150万美元。这还没算通货膨胀，没算医疗费用单独的部分，也没算住院、手术这些大额支出。很多美国华人第一次认真去查这个数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被地心引力突然加倍的感觉，脚底下像踩空了一样。更关键的是，美国政府给的那部分养老保障 Medicare 也好 Social Security 也好，能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Medicare 不覆盖大部分长期护理费用，也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养老院账单，你基本得自己掏，除非你的资产已经低到符合 Medicaid 的申请标准，但那意味着你得先把自己的钱花光，或者提前做资产规划，才能靠政府兜底。这个设计本身就很残酷。相比之下，国内是什么情况？就拿1线城市旁边的优质城市来说，比如杭州、成都、广州周边，一个条件不错的养老公寓，包括1日3餐、护理服务、活动设施，一个月的费用大概在5000到15000元人民币之间，折合美元大概700到2000出头。就算你住的是相对高端、带医疗配套的综合养老社区，一年的总费用也很难超过30万人民币，也就是4万美元左右。同样的钱，在美国只够撑2-3个月，在国内可以活1整年，而且生活质量还不差。这不是什么隐藏的秘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理套利。同样一笔退休金放在不同的地方，购买力相差5倍到10倍。所以当有人说这对老夫妻很会打算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会打算盘难道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基本能力吗？当然，有人会说，美国也有很多华人选择不去养老院，就在家里生活，不一样贵吗？贵，但是贵法不同。美国自助养老的最大隐形成本是医疗费用，一次普通的急诊，账单几千美元起步，不是什么稀奇事。一次住院，哪怕只待了3天，等保险走完程序，你自己可能还要掏几千甚至上万。慢性病的管理更是一个无底洞，胰岛素、降压药、心脏病用药，很多药在美国的定价比其他国家高出几倍到几十倍，这不是夸张，是有据可查的系统性问题。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如果同时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在美国每年仅药物支出就可能高达数千美元，而在国内走医保渠道，同样的药物可能只需要几百元。说完钱再来说医保，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身份区分，很多人没搞清楚，所以才会把一类人的情况套用到另一类人身上，结论就全错了。拥有美国绿卡并不代表放弃了中国国籍，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不是国籍。只要你没有正式入籍美国，你依然是中国公民，
依然可以在国内参与社会保险体系，依然享有国内医保的权利。这是一个在讨论中被严重忽视的细节。所以这里要分成两类人来说。第一类，持有美国绿卡但保留中国国籍的，这类人在国内缴满社保年限后，退休了可以正常领取国内的退休金，也可以使用国内的职工医保。这部分权利是他们依法缴费所积累的，与他们是否在美国生活过完全无关。你可以不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你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应该享受自己缴费换来的权利。这两件事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第二类，已经正式入籍美国，彻底放弃中国国籍的，这类人情况就复杂多了。按现行政策，如果是在退休年龄之前入籍，通常就无法再享受职工的退休待遇，只能走城乡居民医保之类的渠道，保障力度相对有限。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走程序恢复中国国籍，这条路在政策上是存在的，但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也有一定周期。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回国养老之后能得到什么，该付出什么，能合理主张什么。把这两类人混为一谈，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混淆。再来说说国内医保的实际优势。国内的职工医保慢性病门诊的报销比例普遍在 70%到90% 之间，很多常见慢性病的用药已经纳入门诊统筹报销范围。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跑一趟社区医院开药，自己掏的钱很少，住院报销比例更高，在3级医院大概能报销 70%到80%， 如果是基层医院比例还更高。相比之下，美国医保的运作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你先要支付一个叫做 deductible 的自付额，通常每年1000到5000美元不等，超过这个额度之后，保险才开始分担费用。然后还有 coinsurance， 就是保险赔付后你仍然需要按比例自付的那部分，整个流程复杂，账期漫长。你可能会收到来自医院、医生、实验室3个不同机构的账单，每个账单跟保险公司的结算进度都不一样。普通人真的很难搞清楚自己最终要付多少。还有一点，大湾区针对港澳居民在内地就医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政策，包括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与香港同步引进，这对住在粤港澳周边有意回国养老的海外华人来说是个很实在的利好。加上各地陆续推出的高龄津贴和居家养老补贴，国内的老年人福利体系虽然还在完善中，但方向是清晰的。钱和医保说完了，我们来聊一个更难量化，但是一点都不抽象的东西，人情味和文化归属感。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父母80年代就移居美国，在那边生活了快40年，英语说得很流利，也彻底融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但是等到父亲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之后，他妈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回广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久都没忘记。他说，你爸现在有时候会忘事，但他不管怎么忘，在家里用粤语跟我说话，他就稳当。你让他在美国，他周围都是英语，他就慌，他找不到自己在哪里。这就是文化归属感最真实的样子。它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一个老人在人生最后阶段需要用母语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感。很多人觉得落叶归根是一种过时的情感，是老一辈人说的那种酸溜溜的话。但是当你真的开始老去，当你的身体开始走下坡，当你最需要被理解和被照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这件事有多重要。不是因为你不会说外语，而是因为用母语交流的那种放松感，是任何流利的外语都替代不了的。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老人，在语言上其实长期处于一种隐性的疲劳状态。你在外面说英语，回家跟配偶说中文，出门买菜、看医生、跟邻居聊天，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切换。年轻的时候这叫适应力强，上了年纪之后这叫消耗，而一旦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这种消耗就消失了。你在菜市场跟摊主讲价，你跟街坊邻居聊天气聊儿孙，你早上出门打太极，旁边的大爷大妈全都是你的同代人，聊的是同样的事情，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你突然就觉得自己回来了。饮食也是一样的，这听起来是小事，但凡是在海外长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食物不只是营养，食物是记忆，是安全感。你家乡的那碗粥，那盘炒青菜，那锅老火汤，不是因为它多么精致，而是因为它让你觉得自己被照顾着。在美国的唐人街可以找到很多中餐，但大多数人都承认那不是同一回事。家庭这个因素
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无法被替换的精神支柱。很多在美国的华人老人子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平时工作忙，各自生活，一年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不是谁的错，这是移民家庭的现实。但是如果回到国内，可能儿子就在隔壁城市，孙子孙女节假日能来一起吃饭，这种日常的家庭温度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反向的现实，也要诚实地说，很多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其实和父母之间早就存在了深深的文化隔阂。他们说的中文不流利，他们从小接受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对回国养老这件事根本没有情感上的共鸣，甚至会觉得父母的选择让自己感到陌生。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养老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代际之间的张力所在。父母渴望回归，子女习惯留守，没有谁对谁错，但这个拉力是真实存在的。真正的养老质量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物质层面的舒适固然重要，但是精神层面的归属感往往是决定一个人老年幸福程度的更根本的因素。一个人住在设施豪华的养老院里，每天有专业护工照顾，三餐营养均衡，但是身边没有一个听得懂自己说话的人，没有一个让自己感到被理解的时刻，这种生活很多人宁可不要。说完个人层面，我们把视角拉大一点，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件事。海外华人回国养老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先说正面的，这批选择回国养老的华人往往不是穷困潦倒才回来的那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海外工作了几十年，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产、美元储蓄、海外房产、养老金账户。当他们把这些资产部分转移回国内，用于支付国内的养老费用，这本身就是一股实实在在的消费力注入。他们会住高端康养社区，会选择私立的优质医疗机构，会雇佣本地的护理人员，会消费旅游、健康管理、定制服务。这些消费会带动整个养老产业链的升级。国内的养老行业其实长期面临一个困境，高端需求不足，优质服务没有足够的付费客群来支撑。而这批回流的华人恰恰是最有意愿也最有能力为优质服务付费的群体，他们的出现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提质升级的推动力。除了消费，他们中有些人还带回来的是经验和视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工作了几十年，他们见过成熟市场的运作方式，了解国际化的管理标准。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在回国之后以某种形式参与创业或公益。这些软性资源对于国内很多正在发展中的行业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但现实不只有正面，挑战同样需要正视。首先是资源压力的问题，如果在短时间内有大量老年华人选择回流，集中落户在某几个热门城市，那些城市的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会面临较大的压力。中国目前本身就在应对一个庞大的老龄化浪潮，本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经相当可观，如果再叠加海外回流的这部分人群，某些地方的供需关系可能会出现失衡。这不是排外情绪，这是真实的公共治理问题。其次是身份与待遇的政策衔接问题。前面说过，持绿卡但保留中国国籍的，跟已经入籍外国的，在政策层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但现实中各地的政策执行口径其实并不统一，同一种情况在不同城市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处理结果。外籍华人回国长期居住，涉及签证续签、医保参保资格、税务申报、房产购置、遗产继承，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遇到制度上的摩擦。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清晰的政策加以规范，既让当事人困扰，也给地方管理增加了难度。还有一个更容易引发情绪的问题，就是公平感的问题。有一部分普通市民，尤其是从来没有出过国，靠自己一分一厘攒下退休金的那类人，看到这些回来的华人，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别扭感。你们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享受了那边的资源和机会，现在老了又回来，凭什么？这种情绪我理解，它不完全是对的，但也不完全是错的。它指向的是一个真实的价值观冲突，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应该优先照顾那些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贡献的人，还是对所有拥有相应身份和权利的人一视同仁？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是有的，那就是规则要清晰，权利与义务要对等。如果你在国内缴过社保、缴过医保，你回来享受对应的待遇是完全正当的。如果你一分钱没有贡献过，却想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那确实需要通过政策层面的设计来加以区分，这不是情感问题，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大湾区正在试点的跨境养老项目，允许港澳居民在广东内地的养老机构居住，同时使用自己的医保卡。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探索，它的逻辑是，你在哪里缴费，你就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利使用那里的服务。跨境不代表权利全转移，而是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实现合理的流动。这个方向如果能持续推进，对于更大范围的海外华人回流养老也具有参考价值。外籍华人回国申请绿卡通道的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对于高端人才和有意长期回国定居的华人，提供更便利的身份认定通道，既能吸引资源，也能明确权责关系，避免长期停留在法律灰色地带。说到这里，我想回到最开始那场争论，那对老夫妻到底是精致利己还是理性选择？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设置了一个错误的二元对立。一个选择可以同时是理性的，也可以是自利的。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不是批评，这是事实。每一个人在做人生的重要决策时，都会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问题从来不是你有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有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有没有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如果这对老夫妻该缴的社保缴了，该履行的义务履行了，然后在自己合法权利范围内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那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反过来，如果有人钻政策漏洞，既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履行足够的义务，又试图在多个地方同时主张权利，那这个问题就不只是道德评价的问题了，而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加以堵截的问题。养老从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不止中国，不止美国，全世界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都在摸索如何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地覆盖更多有需要的老年人。在这个背景下，老年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养老地点，其实是一种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对某个国家的背叛或者对另一个国家的占便宜。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在包容多元选择的同时，用清晰的规则来划定权利与责任的边界，让该享受的人享受，让该贡献的人贡献，让试图钻空子的人无空可钻，这才是应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姿态，而不是情绪化地把所有回国养老的华人都扣上吃里扒外的帽子，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批评声音都当成不理解个人自由。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当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把一件事的经济逻辑、制度逻辑、情感逻辑都说清楚，很多原本充满火药味的争论其实就会自然降温。因为大多数的愤怒来自于感觉被忽视，来自于觉得规则不公平，来自于信息不对称。把账算清楚，把规则说明白，把每个人的处境如实呈现，让听的人自己去判断，这就是今天我想做的事情。至于那对老夫妻，我希望他们在家乡过得好，那碗熟悉的早餐粥，那些能听懂方言的街坊，那个不需要随时切换语言的日常，是他们用几十年的打拼换来的从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我们都应该能看见，一个人在人生最后阶段选择回到自己觉得安心的地方，这件事本身的重量。